Hello， 你們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很高興認識你們。我叫 Stella， 你們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這裡，我會和你們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學習中文。我已經換了一個新的髮型了，新年新氣象。我們上個視頻已經討論過了，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上一個視頻的話，你可以在這裡找到。對我來說，我覺得頭髮短一點更方便，因為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掉頭髮。我的髮量其實很小，所以如果在路上我碰到了很多美女，我不會羨慕她們的臉有多漂亮，但是我會羨慕她們的髮量有多大。因為我經常掉頭髮，頭髮長的時候更容易掉頭髮，所以我就把頭髮剪短啦，希望髮量可以正常一點。今天這個視頻，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些我在生活中很喜歡的小物品，想給你們安利一些生活物品。安利的意思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，很方便，很實用，所以我想把這個東西分享給你，推薦給你，可能你也會覺得這個東西很好，這就是安利。這些東西都不是很貴，也不是一定要買的東西，但是它們在我的生活裡真的給我带來了很多方便和快樂。所以今天我想用中文慢慢的跟你們介紹4個小物品，你可以一邊聽一邊放鬆，慢慢理解。那我們開始吧。那我先來介紹第一個小物品，小東西。這個東西其實我每天都會用到，就是這個。這是一瓶噴霧，睡眠噴霧。睡覺為什麼要用噴霧？很奇怪，但是對我來說非常實用。每次使用這個睡眠噴霧的時候，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氣味，這種氣味可以讓我更快的睡着，睡眠質量也會更好，睡得更香。我一般會在晚上睡覺的時候用它，因為我每天睡覺都很晚，是一個夜貓子，晚上我的精神一般都很好，可能是因為白天喝了咖啡，也可能是因為晚上我用電腦工作的時候，電腦屏幕的光會照在我的臉上，這個光有點輻射，所以會讓我晚上睡不着覺，所以我會用一些睡眠噴霧。每天晚上睡覺前，我都會這樣在枕頭的上面噴一些噴霧，噴完噴霧之後，我可以看一會兒書，或者看一會兒手機，聽一聽音樂，然後就可以很簡單的睡着了。我一天最多用1次噴霧，因為現在我沒有睡午覺的習慣，我現在的習慣一般是起床後會開始一天的學習和工作，什麼都不吃。可能會先喝一點水，喝一點茶，讓我的身體慢慢的醒過來。這時候的學習和工作也比較簡單。然後我會吃早午餐，不是很早的早餐，也不是中午的午餐，而是早午餐 brunch。差不多在11、12點這樣。早午餐之後，我會給自己準備一杯咖啡，避免自己吃飯後又想睡覺。下午一邊喝咖啡，我也會一邊做一些重要的工作。喝咖啡的時候，工作效率總是非常高。然後到了晚上，就靠它了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樣，經常睡不着覺，或者睡眠質量不太好，我也推薦你試一試用噴霧。但是最好不要每天用很多次。有2個問題，第一個就是你太依賴噴霧了，沒有噴霧你就睡不着覺。
第二個是，隨着你用噴霧的時間越來越長，可能之後即使有噴霧，你也睡不着覺，因為你的身體已經習慣了，所以噴霧已經對它沒有影響了。這就是我想給你們安利的第一個物品，睡眠噴霧。好，現在我們來看第二個小物品，就是這個。這是我今年冬天買的，也是今年冬天才開始用的。之前我也買過，但是從來沒有用過，因為我一直都很不習慣。但今年我開始習慣了，現在我腳上穿着一雙，我再去拿一雙新的。當當當當，這不是普通的襪子哦，這是非常厚的睡眠襪。你們看，這個襪子它很厚。而且襪子的表面毛茸茸的，很軟，很綿。把它和一般的襪子做一個對比，一般的襪子它更薄，而且也更緊，更吸汗，適合平時出門的時候穿。相反，睡眠襪子只在家裡穿。在家裡我幾乎從早到晚一直都穿着睡眠襪，當然洗澡的時候不穿。最近杭州非常冷，在中國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在北方冬天有暖氣，但是在南方冬天沒有暖气。當然有空調，但是雖然有空調，家裡還是不太暖和，所以今年冬天我一直在穿睡眠襪。夏天的時候不用穿，因為已經很熱了。之前我不習慣在家裡穿襪子，尤其是睡覺的時候，所以每天我的腳很冰，手也很冰。家人開玩笑說我是吸血鬼，因為從頭到腳都是冰的。今年剛開始穿睡眠襪子的時候，還是不太舒服，不太習慣。但是一天之後，我發現我不是吸血鬼了，我的腳開始熱起來，手也是，所以我就開始堅持這個習慣了。如果沒有這個東西，我當然也可以生活，可以睡覺，但是會不習慣，因為在中國南方冬天實在是太冷了。接下來我要介紹第三個小物品，其實不是一個，是一堆，很多。這些都是我平時喜歡用的杯子，每一個杯子都有它的用處，每天做不同的事情，我都會用不同的杯子，可能是不同形狀的杯子，不同高度的杯子，不同寬度的杯子，不同大小的杯子，不同顏色的杯子。比如這個杯子是我最近新買的，我每天喝咖啡的時候會用它。首先，這個杯子是透明的，我喜歡喝咖啡的時候看着咖啡的顏色，也看着杯子裡的冰塊。有時候喝咖啡的時候，我會在杯子裡加一點薄荷，或者有時候做拿鐵，我也會在咖啡裡加一點牛奶。我很喜歡看這些顏色。再比如這兩個杯子，這是我在聖誕節的時候買的，買了一個粉色，一個綠色，是那個時候喝熱紅酒用的。現在聖誕節已經過去了，有時候自己在家裡喝一點小酒，也會用這兩個杯子。這個杯子雖然不大，但是顏色和形狀都很有氛圍感，像在酒吧一樣。所以有時候想喝點小酒，但是又不太想出門，因為懶，就可以在家裡用這樣的杯子喝一點小酒。再比如這幾個杯子，它們的名字是馬克杯，是2年前買的，是喝熱飲的時候用的，比如熱咖啡、熱牛奶。因為喝熱飲的時候，我很喜歡用2隻手拿着杯子，
然後讓杯子離我的臉近一點，讓杯子離我的臉近一點，我的臉會感覺很溫暖，所以我需要這樣比較厚的馬克杯。如果是玻璃杯的話，會非常燙。我為什麼喜歡喝不同的東西的時候用不同的杯子呢？我的很多朋友都是不管喝什麼都是一個杯子，非常實用。我這麼多杯子不太實用，而且很佔地方，因為你們看，其實廚房很小，不大。但是我覺得不同的杯子會讓我的心情不一樣，我的心情會影響我的學習效率、工作效率，也會影響我的耐心。在生活的很多方面，我不是一個有儀式感的人，我和我的男朋友都不是有儀式感的人。我們一般不會在節日的時候互相送禮物，互相準備驚喜，就是沒有什麼儀式感。但是我對生活中的小事情，比如不同的杯子，很有儀式感。我每天最喜歡的時間就是起床後，很安靜的給自己準備一杯咖啡，當然一定要是冰咖啡，然後準備一個很乾淨的玻璃杯，然後在窗戶邊的沙發上坐下來，開始學習或者工作。同時，我身邊的桌子上還有一杯冰咖啡，一杯果汁或者一杯茶，這樣我的一天就開始了。每天都是這樣。如果沒有這些杯子，我覺得喝咖啡的時候不會有這麼開心，而且可能做很多事情的時候效率也不太高。生活就是由很多很多的小事組成的，雖然這些小物品、小東西、小事情沒有那麼重要，但是它們在一起就會是生活很重要的方面啦。這就是我想和你們分享安利的3件小物品啦。那今天的視頻結束之前，我也想提一下最後一件小物品，就是你們看，好多好多的帽子。這些帽子都是我男朋友的，他是一個帽子狂，瘋狂。他非常喜歡買帽子，幾乎每一段時間就會買一個新的帽子。這些帽子都是不同的品牌，這些品牌我都不了解，因為我不是帽子狂，我是語言狂。對於他來說，每一個帽子也代表着不同的心情。當然，不同顏色的帽子也需要搭配不同顏色的衣服。我記得有2-3次他的帽子丟了，或者是把帽子忘在了飯店，或者是有一次他在坐船，但是風太大，所以帽子被吹到了海裡。帽子丟了的時候，他非常難過。這就是今天我想和你們分享，給你們安利的4件小物品啦。它們都不是很特別的東西，但是它們讓我們每天的生活更舒服一點。如果你在學習中文，我希望這個視頻可以給你一些輕鬆的中文輸入。你不需要記住所有的句子，慢慢聽，慢慢理解就好了。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，也歡迎你告訴我。希望你通過今天的視頻學到了更多有用的詞彙和表達。你在生活中有什麼非常喜歡的小物品呢？物品的名字是什麼？你什麼時候用它？你為什麼喜歡它？如果沒有它，生活會怎麼樣？歡迎你在評論區裡和我分享你的答案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，你可以給我一個 like， 一個 super thanks，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，這對於我來說都非常重要。那就這樣，謝謝你們的喜歡，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。